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，不敢要赏赐。既然你不要赏赐，那我就要数数你的罪状了。你该知道，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。侯爷，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啊！这样吧，本侯恩威并施，先杀了你，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。侯爷，草民是自愿来皇陵的，不是被抓来的。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？想显示你聪明过人，但智者不寿，聪明人死得早。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，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。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，凭什么选你？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，公事繁重，草民愿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，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啊！侯爷，说，此人来路查明了，温州府生人，8岁父母双亡，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，跟着一个木匠营生。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，只能北上寻找出路。于几日前刚到京城。此人留用。多谢侯爷。去侯府报道，不得有误。侯爷，小人还有一事相求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，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，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。在下藏海，是新来的幕僚，劳烦通传一声。稍等。你是藏海，在下正是。这是你的衣服和腰牌，收拾好你的行李，明日去后门的摄人府报到。是。我的好徒儿啊，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。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挪官，这样一来，皇上既得了臣心，又没有失了民心。你让宗亲在武帝首登，正好给了皇上理由；让诸王在封地守孝，特别是林子王。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，只怕会蠢蠢欲动。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。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，怎么一场大雨，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？快跟师傅说说。这事儿吧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，这地底渗水严重，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。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卯合，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，改变了棺椁的平衡，再加上一场大雨，地水滋漫，重压之下，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。哎呀，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！啊！
掌柜，哎，小娘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这回不捉弄掌柜了。哎呀，哎，那全家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，你就把自己当个精光，能够吃几天？哎，你别着急，掌柜，你行行好，多算一点啊。好，我看看。啊，姑娘，你看120文可以吗？谢掌柜。哎，好。今年的新米，大米，今年的新米呀！抱夏，你去买也好，租也罢，赶紧弄一张桌子跟一张椅子来。不会装子了？不会，我去买一些红纸跟笔墨，过了明天就是元日了。要不然就喝点儿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小娘子长得倒挺水灵。哎，我认得她，她不是花家那个小娘子吗？那天她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，我瞧得真真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被抄家的那个花家呀。对，没错。哦，一门4进士的花家，就是她。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哎，这是。原来是在画桃符呢。哦，桃符啊！可惜啊，我家今年的桃符已经挂上了。我说小娘子，您这光写字哪成啊？就是。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绝活？一并亮出来，给我们大家伙瞧瞧呗。就是啊，是啊，亮一亮吧。唱曲儿会不会啊？你这小脸蛋儿，小身段，跳舞成不成啊？跳舞行，展示，看一眼，别管。咱们回去吧，我情愿饿死，我也不想受这份委屈。咱们凭本事赚钱不丢人，继续摸。什么事吗？这害羞上什么大学？就是，可说呢。元日快到了。桃符，这桃符是什么呀？小娘子，你给我写写看，这桃字怎么写？这福字又怎么写？这个买什么桃符啊？抻到滚远点。哎呦，这嘴还挺厉害。你何必听呢？我说，再写个让大伙瞧瞧呗。是啊，让我们瞧瞧，瞧瞧呗。写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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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一个。接过。哎，这哪儿来的这？论笔微薄，望娘子不弃。郎君想要什么字？任凭娘子做主。悬于何处？悬于在下书房门口。这写的行不行？能写出啥来呀？哎，别说，写的还挺好啊。啊，还行。还真有两个写的不错。是啊。好句，好字，气象何等壮阔，落笔更有二王之风。郎君过奖了。得蒙娘子不吝，下次墨笔，在下仰山侵犯，3生不谢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怎么撕了呢？
这好歹是拿钱买来的。哎，凑个热闹，看看小娘子就得了。花家那么晦气，我可不想贴在家里。你敢啊？不过呀，她要是肯做我的外室，那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说的也是啊，我也不要，跟花家扯上关系，那能是桃符？那是瘟神。哎，走，喂，我怎么着啊？你来一个，那我来。别写了，他们只是无聊，在作弄你。他们为无聊，我为挣钱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不买就别打断我们看小娘子啊！就是啊，今日神姬再次出嫁了，你那日说我们本就没什么关系，不是的，我沈姬钦佩你，敬重你，从第一次在同江不遇见你时就是如此。哪怕你不是华家人，哪怕你不是女儿身，我也想同你做朋友，做知己。当然可以啊。这不捣乱吗？哎，咱们真是情深意重啊！继续。次子，有个情报。以后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，不用再给我送过来了。是，四子。去，买个桃符。啊？元日要贴的。是。阁下留步。往后退。请问城中的药房怎么走？你不认得我？你是抄了我家的人，那你还来问我？花家戴罪，我问他们，他们要么不敢说，要么就胡乱骗我，所以我只能问你了。你不怕我？是，每次你都不怕我。我们花家已如蝼蚁草芥，你们七秀司奉旨办案，一直紧盯我们，是不屑杀我，也不能杀我。看来今日获利颇丰啊！哎，你看啊，那条巷子左拐，看见石狮子就是了。听说沈大郎同你定过亲，如今婚事黄烂，就开始抛头露面，自暴自弃了。若抛头露面便是自暴自弃，那你整日遮着脸避着人，连天光也不见，那你岂不是天下第一贤淑首领？方才还看到沈大郎来买你的桃符，真是对苦命鸳鸯啊，挺叫人唏嘘的。我与沈家早无瓜葛，沈大郎买了，满城的人也买了，难道都与花家有关系吗？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干嘛？想护着他？你恨我吗？于私，你我素不相识。于公，你和我祖父同为朝臣，阁下识君之路，花家承君之怒，只是不知来日这雷霆之怒会不会落在你头上。这桃符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识字啊？只认得一半。什么叫只认得一半？上半句我认得，是宋延清的家训：夏松山西多所思，
携家人兮不迟迟，松间明月常如此，君在游兮复何时？如此情景被你下半句一衬，风雅全无了。眼下既无明月，也无佳人，四师，你的马车是坏了吗？行得如此迟。驾！驾！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应该丢下姑娘一个人回来呀。我咋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是姑娘让我先回来给你们送吃的呢。别说我。姑娘回来了。姑娘，把东西都搬下来吧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这吃的用的都有了，老夫人的药也抓了，怎么还是不高兴啊？芷儿，这些都是你挣回来的，至少不用饿着肚子过除夕了。来，快搬！老夫人，多喝些热汤。今日这汤里竟还有肉呢，都吃吧啊！这玩意儿搁以前连家里的狗都不吃，现在倒成了稀罕物。李哥，今天有肉，你多吃点。真香。可不是嘛，现在闻到这一丝丝的肉味儿，竟像是过年了。二婶娘，你糊涂了，今夜正是除夕啊。是吗？那也不知老太爷跟老爷们能不能吃上口热饭呀？好想再吃一顿团圆饭，哪怕不宜素食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。都好好吃饭，别糟践了芷儿的力气啊！快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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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吧。芷儿，你累坏了吧？四婶，我今天留了5文钱，给你买了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煎梅子。老夫人配药的饴糖还剩下些，姑娘上次带回来的果子，我试着用糖煎了煎。四夫人快尝尝。好吃呀，花枝，你尝尝。太酸了。好吃的，我不吼你。浦东，你这手点石成金了。好吃。要我说呀，这比经济的煎梅子还好吃些。那梅子一包要5文钱呢。你现在知道要5文钱了。若是福东用心做，只怕经济要关门。四夫人若是爱吃，我倒是可以照着经济的口味做来试试。只是不知这些红果是哪里来的。这庄子往东3里地有一片林子，尽是红果子。你若再去摘，记得带些吃食。
那里住了一个孤寡老妪。好，一老一小的，摘也摘不了，卖也卖不掉，这才留到冬天，便宜了咱们。现在这天底下可怜人可真多，如今又多了咱们这一大家子。哎呀，过来呀，来，大姑娘，这会儿可有空闲？三夫人，请说。先下去吧。我是昨日才知道什么叫听见铜钱响，如听神仙音呢。你是知道的，从前府里就属灵儿的字写的最好。下回带上你的小妹妹一起写桃符去啊！我不去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亏你也深得诗礼簪缨之家，这等当街卖货的丑事，连我2个丫鬟都羞于做。今日我便把话说明白了，我宁愿饿死，也不赚这臭钱。读了几句书，难不成就能吃风屙烟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油盐不进的丫头？你不写是吧？不是有现成的吗？娘，这是我的早春西行图，你别动它，你别动它。什么西行东行？吃了这么多天的西北风，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顶过饱？倒不如交给你大姐姐，卖几个大钱，好歹不让肚皮闹饥荒。给我，你给我，今天我就能烧它也不卖它。好啊，你烧啊，你烧，你烧，你烧啊！你有这个气性，就把它全烧了。今天不断了你这个念想，就怕你以后一门心思全吊死在这些闲事上。闲事？你从前逢人就吹嘘我多么有才学，无论我怎么劝你，你都不听。今日你倒是说了实话了，你压根从没觉得我有什么长处，只拿我往你自个脸上贴金。哎，三夫人，元日今日就过完了，过了节庆，无论是桃符还是字画，多半就冷了。我也是趁着花家摆摊的噱头，等新鲜过去了，只怕无人问津。这不是长久之计，花灵也不必掺和进来。这个死丫头，赚多赚少，总算是有进项。年是过了，可是以后吃什么呀？赚钱的事情多如牛毛，只怕三夫人不肯。嘿，这丫头，我未出阁时可是拨惯了算盘的，我做过的买卖比你逛过的都要多。你个小丫头，就不必指点我了。只是经商终究是下流行当，一时救急还行，若是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呀。夫人说是，那便就是。姑娘，沈郎君来了。啊！沈郎君，你来了。三夫人，刚得的消息，大理寺已审结，先生他们俱无性命之忧。上天保佑。审结之后，花家男丁就要分批押解，流放北地。今日庞之都已出发，3日后一早，先生他们就要被押解出城了。外省门外有个十里亭，凡是流放之人会在亭中停留片刻，勘验身份。若要相见，便在此处了。只是去不了许多人，至多2、3人，不然恐怕差人不许相见。好，多谢沈郎君相告，我马上去找老夫人商量。花婶，我不便在此多留。3日后一早，我会在竹林外巷后接上3位女眷，前往十里亭相见。若有什么要捎给他们的，一并带去吧。我听闻北地滴水成冰，4、5月里雪尚未融，官人向来畏寒，如今这节气北上，如何受得了？更何况老太爷呢？侄儿昨日才买，记得运了些布匹回来。是，快要开春了，本想给大家裁单衣用的。不，把那些布匹都拿来吧，做成衣袄。记得一定要宽大些。先前沈郎君买的那些也拿来，把它拆了，里面的棉絮掏出来，絮成厚衣。你再带上几个丫鬟，
多买些针线回来，越结实越好。是。除去自家的男丁，旁系的男丁也千万不能忘了，他们的家眷多半得不到消息，准备不了什么。3日之内，无论如何要做出43件棉衣出来。我们华家的男丁一个也不能冻死在那边。是，老夫人。棉胎不要都掏尽了，要薄薄的接做3层，留一层在里头，不然爷们儿没冻死，咱们倒都冻死了，知道吗？是。若是知道啊，哪些是给老爷们弄的，我就给他铺得厚厚的。我的姐姐，你糊涂了。那老爷们的自然由夫人们缝啊，什么时候轮得上你我了？咱们这些活呀，都是给旁支男丁缝的。玉珠、红泪、莲幽，你们3个随我来。是。人呢？都没长眼睛啊！快来帮忙啊！嘿，夫人，你又弄了什么好东西回来？这么多，闻起来好香啊！他们爷儿几个快要上路了，能不能回来还未可知，总不能让他们空着肚子上路吧？我进了趟城，买了张记的炙羊肉、盛记的烧鸡，还有几坛屠苏酒。母亲，你哪来钱买这些啊？我把玉珠，还有你的那2个丫鬟给卖了。什么？莲幽、红泪，他们跟了我这么久，你凭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把他卖了？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这些丫鬟本来就是我买的，现在卖身契在我手里，如今一时走投无路，把他们卖了又有什么不可？思前想后，我想明白了，与其都窝在一起受罪，偷的偷，跑的跑，倒不如都交给人牙子。一个整齐的丫鬟，卖了钱，可以供一家老小吃上半月。都围在这里看什么？搬进去啊！福东，你是我的人，不是3夫人的，别怕。可我的妻子还在3夫人那儿。姑娘，我是轮了好几手，侥幸遇到大夫人这样菩萨般的主家，才能活到今日的。若是再被发卖出去，定然是没有命活了。来，过来吧。芍药，今天开心吗？我同父亲说过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郎中来了。啊？连他们也不来了吗？连他们？郎中来，我还可以同他们吵架。郎中要是不来，我能跟谁说话呢？猫又不会说话。是啊，是不是啊？萧姨这么忙，应该也没时间陪你。那些丫鬟呢？可有你喜欢的？
那等哥忙完，每天都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我每日又能陪他几时呢？饶命啊！别怕，我去看看。见过世子。怎么回事？这些奴婢对先王妃不敬，小的奉命整顿王府。如何不敬？你又奉谁的命？这些嚼舌议论，小的哪敢再说第二遍？是萧王妃实在看不过去，这才让小的处置。去吧。是。血，头，那可是灵王府，您倒是来去自如。我们要是被逮的，那就别让人逮着。今晚就去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薄雨长得这么快，都不知道能穿多久。三嫂，我这儿还剩些棉絮，给薄鱼添上吧，孩子受不得冻。拿着。这橘子哪里来的？我昨日进城买东西，见着了卖橘子的小贩，本来想买几个回来，又舍不得那钱。哎呀，我心里难受，就跟着那个小贩走了很远的路。你猜怎么着？从他的担子里掉出来了一只，我赶紧捡起来。从前在府里，谁稀罕吃橘子？不说这些了，赶紧吃了吧。不，我吃它做什么？这死丫头，打量我不知道啊，成日跟纸丫头在那边鬼鬼祟祟，背着人沤酸水。我也是过来人，这就是一回生二回熟的事，赶紧吃了吧。三嫂，我真不要。福东给我做了好些炒红果，够吃了。朵儿最小，给朵儿吃吧。她在换牙，吃不得酸。三嫂，我真的不吃，谢谢三嫂。明日背完一则孟子，才能吃一颗。好不容易从府里带出来的，这以后啊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。
进来。二嫂，给你们家伯礼吃吧，整日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大嫂，你家伯林比波里大，让一让他啊。应该的。他一个小哥，哪怕悬梁刺股的苦读也是应该的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拿着吧。大嫂，你怎么还留了钱呀？咱们苦一苦没什么，就算去要饭也活的。这些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银子，得先紧着爷们儿用。这人都说，穷家富路，山高路远的，他们好歹得有些银子傍身吧。所以，我是想把这些银子缝在衣服里面，给他们送去。你也有，前几日芷儿给我的，我们娘俩也就这么多了。那要不要跟他们知会一声啊？千万不可！之前老夫人让咱们交钱，咱们都死死捂着。这现如今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要怎么说呢？二嫂，我听你的。娘娘，你可是好人呐！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可千万别来找我！啊！这是阎王殿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陈琴，去外边守着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你是世子？你既认得我，便是王府中人了。你叫什么？世子饶命！奴才姓董，在府上的膳房当差。你为何要在我母亲院中焚纸燃香，还泼狗血？老奴对不起娘娘啊！老奴上了年纪，明年便要离开王府。可这些年，老奴夜夜做噩梦，生怕娘娘的冤魂前来索命，迫不得已才
行此下作之事。说清楚，你如何对不起他？那日正是上元节，府里到处都是人，一直热闹到深夜，只有王辉的住处寂静无人。我偷了几件银器，无处可藏，便来到娘娘的院外。我是想着先埋在那儿，等风腾过了再挖出来卖掉。结果突然听到院子里发出一声砰的响声，就像放了个小炮仗。紧接着，院子里便冒出了火光。我听见娘娘在喊救命。大火刚烧起来的时候，无人知晓。我本来想跑到院门口看看怎么回事，可是我看到好些人都过来，我当时吓得要死，只能跑了。后来我才听说，娘娘没能逃出来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若是我当时没跑，是不是就……后来下了场大雨，大火才灭了，娘娘的住处被烧得漆黑一片，我心里有愧。过了一阵子，便带着香烛前去祭奠，结果我亲眼看到，在那漆黑的砖瓦上结着一层白霜。那一定是娘的冤魂不散才显灵啊！今日我放你走，但有一点，当年的事你再好好想想。若想起什么，拉开这只信报，有人会带你来见我。若线索有用，我必有重赏。谢世子，谢世子，老奴记下了。来人，带他出去。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突然间，家属答谢。不用忙，不用忙，血糖低的。擦擦吧，鼻涕掉衣裳上了。喏，给你。我是跟着花御史来的。我方才在灵堂上看了好久，那些大人都在装哭，只有你真的在掉眼泪。真弄不明白，王妃是这样好一个人，除了你这个小孩，竟然没人愿意为她掉眼泪。你真的他？那夜我在院子里迷了路，误闯到这里，王妃非但没有怪罪，还派一位老嬷嬷送我出去。我母亲向来独居，身边并无嬷嬷。你认错了。她是你母亲？那孩子能随花一镇来灵王府，要么真是同仆，要么是花家子侄。如今也该18、19岁了吧？他见过那个所谓的嬷嬷。哦，把他送走了。这2天我叫火把他盯紧。花家男丁今日流放，几时出发？卯时。哎呀，
大嫂，我找柏林要了双鞋，得给博玉带上。这孩子脚嫩，走这么远的路，定然受不了。我谢谢您啊。好，给我放好一点啊。是夫人。待沈郎君的车一到，慧兰、金娥，你俩陪我一同去。是。你个孽障！从前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，今日你竟敢公然去给花义正送行，你非要把你祖父给老子拖累死才甘心吗？